你穿越到修仙世界，系统告诉你，只要不断让宗门利益受损，就能变强。可不管怎么作死，总会弄巧成拙，让宗门受益。你是真的难受吗，飞？这会儿正值幽冥宗弟子们挑选灵兵的日子，弟子们进入灵种后，只要获得灵兵认可，就能成为剑主。要是运气好，选到一把上品，就能逆天改命。师兄徐峰来一脸神秘告诉你，宗门内共10大神剑，其中5把掌握在各大长老和宗主手里，但还剩下5把没有主人。他们的位置虽然是个谜，但大长老一定会想办法让师弟与神剑有缘啊！你傻眼了，感情所谓的缘分就是暗箱操作。思来想去，要不干脆把作弊的事捅出去？不行不行，这事儿最多大长老找个背锅侠顶锅，自己这个宝贝徒弟怎么可能受罚呢？那把灵种烧了也不现实，万一灵兵开启自动防御，给自己来个万箭穿心就不值。正当一筹莫展之际，师兄徐峰来神秘兮兮递过来一张纸条，好家伙，5把神剑的位置标记了4把，无尽之刃、闪电匕首、爱心斗斯战刃、带刀罗斯之伤全在上面了，怎么拿到手，怎么避开机关，写得一清二楚。徐峰来叮嘱师弟啊，你进入灵种后，千万别跟别人交流。上次灵种开启，有个人就仗着烧戏胡乱给人家指引，导致一群弟子只能拿到最差的灵兵，连长老都保不住，那家伙直接被逐出了宗门。你听这话，眼泪都下来了呀！师兄，还得是你呀！胡乱给人指引，只要坑害师弟师妹，就能被逐出宗门是吧？师兄你放心，在胡乱指引这方面，那个被逐出宗门的跟我比，简直就是个菜鸡。为了被逐出宗门，我萧凡胡乱指引定了。第2天，灵种开启，弟子们今天到场，50巨石参差不齐的矗立在众人面前，上面还插着各式灵兵。观察地形的功夫，已经有人出发了。他们应该是拿到了小道消息，还更多的弟子一脸茫然站在原地，就在你思索该如何开展计划。身后传来一个清脆声音：“请问你是萧凡师兄吗？”一个娇滴滴的妹子走过来：“我叫火灵儿，师兄，你是核心弟子，知道的应该比我们更多，不知道萧师兄能不能帮帮我们？”妹子身后其他人满怀希望看你，心中忐忑，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。毕竟灵种是关乎自身利益的，拿自己宝贵的时间去帮助别人，这种事情一般人可不会去做。看你推大手一挥，火灵儿师妹不用客气，帮助同门，我辈义不容辞。如果大家不嫌弃，可以跟我走，我尽量为大家指引一些道路。火灵和他身后弟子们都是激动的快蹦起来了呀！谢谢萧凡师兄。之前外界传言萧凡师兄为人仗义，为了维护同乡，更是不惜一身犯险。他还以为这是传闻，可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萧师兄，你真的是个有大爱、有担当的好师兄啊！大家纷纷高呼：“萧师人也！”你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在外面，一群长老正通过投影道具幽冥镜看着灵种内发生的一切。大长老是既欣慰又无奈，萧凡这孩子秉性是真好啊！哪怕不是灵和宫弟子，只要是同门，他都愿意帮助。这可是会极大耽搁自身时间，甚至最终拿不到神剑呐！家长也纷纷点头，有的人一进去就按照得到的消息狂奔，生怕落后拿不到好东西。这一对比之下，高下立判。光凭这点，已经折服了现场大半长老。还是那句话，看弟子不能看天赋，还得看秉性。另一边，在你的带领下，你和一众弟子来到了灵池，这里是整座灵种最中心的地方。当年幽冥宗先祖死后，灵兵也都散落在这灵池里。你开口，就是这里。诸位师弟师妹，请自便。话音刚落，众人都懵了。灵池是最早幽冥宗所在，这里的灵兵也是最古老的一批，很多都破损，就算没有破损，也是最差的。让他们在这里挑选，不是吃着坑人吗？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带有疑惑和愤怒看向你。周围弟子们的情绪纷纷激动，就算你萧凡是核心弟子，如此坑害大家，他们要联名上告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眼看群情激愤，你大吼一声：“都给我闭嘴！”觉得我是在坑害你们，让你们选最差的灵兵？悲哀，简直是天下最大的悲哀！一脸悲伤，目光扫过全场，缓缓开口：“1000年前，我幽冥宗第一祖师从小山村中走出，没有无与伦比的天赋，没有任何神明利器，却凭一己之力创建幽冥宗。此后数百年间，天下无数宗门兴衰，可我幽冥宗却从一个默默无闻小宗门一路迎难而上。400年前，我幽冥宗第10代大帝诞生，天纵奇才，战魔手朱邪魁。此后400年，天下第一宗的位子上，从未有人可以撼动分毫。可今时今日，我想问诸位师弟师妹一句：有谁还记得第1代大帝的兵是什么？第10代大帝的灵兵又是什么？全场鸦雀无声，手指最高处的那把破剑，我来告诉你们，第1代大帝的武器名为玄铁剑，就是这把不起眼的破铜烂铁。可正是这斑驳和损毁，在诉说他曾经的辉煌。千年岁月，从默默无闻到如今高座巅峰，还有谁记得曾经过往？可悲可叹！你痛心疾首，我们进入幽冥宗，来到灵种，是来挑选灵兵的吗？不，我们是来瞻仰先祖留给我们的过往。看看这些灵兵吧，你们居然说是破烂，是垃圾。可有谁还记得，他们每一件都曾跟随主人为幽冥宗战至最后一刻？
鸦雀无声。不仅是灵种内，长老们也都全部陷入沉思。400年前，那是幽冥宗的巅峰时代，直至今日，幽冥宗都好像无法超越当年的巅峰。所有人都在问为什么，而今天你给了所有人答案。此时镜头切回，你真比高呼是初心，我们都忘了初心。修行之路，外物中是外物，只有找到初心，才能重现辉煌。现在我问你们，你们还觉得这灵池里的灵兵普通吗？一口气说完，那叫一个声泪俱下。正所谓要忽悠，要感动别人，得先感动自己。不管他们信不信，反正你信了，继续加把火。400年前先祖没有外物一人走上巅峰，难道我们比别人还差吗？不差！火灵儿灵光道。这一开口，周围呼声逐渐统一，他们是愧疚不已啊！师兄，我们错啦！之前还以为萧师兄是故意坑我们，可却没想到他境界之高，志向之远。是啊，400年前先祖靠这些灵兵为我们打下如今江山，我们今日却忘了先祖遗志，一味追求外物。可这样还怎么走到巅峰？一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少年从人群中走出，来到灵池之前，抓住了最边缘的一把武器。火灵儿一从人群中走出，对你失声鞠躬，随后也挑选了一把破剑。后面陆续有人上来拿灵兵，不过更多人还处于观望状态。看到这一幕也你咬咬牙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今天时间不要了，我把你们忽悠缺了，绝不罢休！一步来到灵池前，没有太多犹豫，目光随便锁定了一把看起来是顺眼的灵剑，开口道：修行之路充满荆棘，我曾有过迟疑，却从未后退。见你都要选，无数人打消了最后一丝怀疑，走向灵池。这里的灵兵等级虽然很低，可每个人拿到后都眼中带着光，看越来越多的人做出选择，你咬咬牙，这不选不行了呀！高举灵剑，仰天高歌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今日我辈再铸辉煌，今日我辈再铸辉煌。可就在要运转灵气，让灵剑愣住的刹那，一边突生，嗖，手中灵剑被股不知名力量控制，凌空飞起，重回了它原本的位置。与此同时，灵剑之中所有兵器竟然全部都跟着抖动起来。大长老等人瞪大双眼，神剑出世，万灵同归。相传幽冥宗剑池内有10把神剑，每一次有灵剑愣住，都会出现无数灵兵跟着一起震动的事情。可此时这里没有神剑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而且更加奇怪的是，他发现自己的10大神剑之一灭魂剑也浮在半空中，跟着一起震动起来。这一刻，仿佛天地间有什么东西在引动着整个幽冥宗。一众长老傻了眼，这种情况他们也没遇到过呀。虽说灵兵出世会让万灵跟着震动，但整个幽冥宗的灵兵都跟着震动，是几个意思啊？